今天呢是中国农历立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凉了。而经济学人说，美国政治也进入了后川普时代。最近发生这两件事儿，你要搁去年想都不敢想。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7号。今天确实是中国立秋了，到晚上明显是凉了。在这儿呢，咱主要聊一下美国的政事是如何进入后川普时代的。你甭管他每天在头版头条和电视节目上又是签个行政令又是骂了这个哪个国家元首而实际上判断他的政治含金量还有那么大权力吗？你主要还是看现在的支持率。根据 CNN 和一些其他机构的比较最近他的支持率已经维持在30%几了，比去年那是差多了。更重要的是，他即使在党内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挑战和抵制。咱们说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是川普以前呢，他自己吹嘘，凡是我背书的党内同志，基本上是摧枯拉朽都能胜。但是今年爆了个冷子，在8月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在摇摆州的密歇根州的第8选区，共和党内俩人要角逐初选就是角逐于今年11月3号的那个补选。这个时候他支持了一位叫哈桑的，当然了，听着名字像阿拉伯人是吧？对，他祖上就是阿拉伯过来的，是那个通用汽车厂的这个工人之一。而另外一个人呢，发现这总统川普都支持了，而且也给了钱了，据说至少给了60万。而这位参选人他本身他已经退休了，没什么钱，更重要的是他只筹到了$1000。你说$1000能干啥事儿他后来发现，既然没戏，我退选人家在6月份的时候说，我8月份那个选举我不参加了，你投给另外一个人。我说的是第3人他又推出了另外一个人，希望自己那点选民选别人。但是这选票的名字他早就把它给印上了，现在你也没法把它删掉你猜怎么着？开票的时候，这位账上只有$1000多的候选人超过了50%的支持率，而老川支持的那个人呢，虽然说有钱又有总统的背书，只有30%几，剩下的那20%是别人的。你就可见当地的选民，尤其是红脖子的选民都想明白了。你老川2次入主白宫，干了这1年多，这油价说降下来，降哪儿去了？说这关税国外政府出，最终所有的物价，包括水果、蔬菜肉类全涨了，这关税还是我们自己出的。即使说法院判你这关税违宪，你把那个关税退，最后这钱退给了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没有给民众打折。所以说这套东西已经没法再忽悠自己的核心选民了。那除了这件好玩的事那最近还有个事儿，就是今天美国一个地区法院判老川要修的那个白宫千人宴会厅违法。现在什么情况呢？给了14天的上诉期。老川大发雷霆，要求他的司法部一定要上诉到最高法。那今儿呢，咱就简要给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它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是6-3，按说是保守派占优吧，应该维护川普的这个工程吧，事实上不是。首先这法院一审的时候就判他违法了。你看，咱把这个法理给大家拎一下这个白宫按照法律规定，它属于人民的房子，总统只是一个租客。你看法官说的多么清楚。而你这个租客，如果你想改造这个房子，必须获得主人，就是议会的同意，你才可以。在历史上，历任总统曾经对白宫做过一些修缮，有大工程，你像罗斯福时期的，也有一些小的修整。但是
无一例外，你都要打申请到国会，我想修这个，你得同意我才能修，才能申请到钱。但到老川这样，他是个包工头地产商出身，他不管那一套，他就觉得这地方白宫东翼是给第一夫人的，又是给这个新闻传播系统的，没啥用，还不如给我那些哥们儿们一块聚餐。聚餐的时候呢，1000人，然后你们就方便捐款嘛，你捐完款以后，我就给你一些政治回报。所以说啊，他就自作主张把那白宫东翼嘁哩咔嚓就给拆了。现在拆到什么程度的呢？已经是个大坑了，地上的建筑全给拆了。所以啊，美国建筑遗产基金会就把这总统告了。哎，你首先这个是违法的。那第一审啊，法院支持了，老川确实违法了，必须停工。老川不同意啊，这不上诉了吗？二审啊，今天判下来了，是2-1，仍然判他违法。既然老川14天内他要上诉，我们大胆的预测一下，这个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尽管有6个是保守派，但是我觉得80%啊，甚至90%的把握啊，会维持这个原判，甚至是说我不再受理你这个案子，就以那个二审为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大坑不能再建了，而且很可能啊，原告会发起啊，你要恢复原状。你老川前一段时间他说漏嘴了，他说本来我要盖这个宴会厅呢，只需要5000万美金，我也不花国家纳税人一分钱，是这些私营企业他们的捐款。但是在2026年年中的时候，他说了，我感觉那几千万不够，现在的预算已经涨到了4亿美金了。原来5000万涨了8倍，涨到哪儿呢？他那个目标啊，是比原来的东翼要大好几倍，要乘1000人。第二呢，它有很多的建筑啊是用大理石和镶金的，它不是镀金啊，镀金没多少钱，它真的要镶金。所以你想想，他要花4个亿，如果说这些企业真给了这4个亿，这些企业傻吗？他一定是有所回报。那最终结果，老川交换的那肯定是一些政策性的倾斜，最终仍然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你看看这法院聪明的很呢。接下来呢，极有可能是让他恢复原状，而这个钱呢，按照现在的预算，至少是2亿美金。但是我感觉老川这家伙很可能在剩下的2年任期内他是不搞这个装修了，就这么停着。最终的结果是28年新总统上来还得花纳税人的钱2.5亿，把这个白宫东翼重新再修旧如旧。但这件事儿在美国历史上会成为一个笑话，不信的咱就走着瞧嘛。在这儿呢，让我想到了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它有个主人，他叫做 Larry， 他是一只猫咪。按说这只猫今年已经19岁了，它是4岁的时候进到唐宁街10号的。因为首相府建筑比较老，经常闹这个老鼠，需要这个首席捕鼠官。所以说有关人士到了这个流浪猫收援站，说你给我找一条那个捕鼠比较厉害的，就把这拉瑞选上了。你看他在这个唐宁街10号首相府已经干了整整15年了。现在他陪伴过的首相已经送走了7位了，现在马上迎来的是第8位首相了。你看首相是个租客，而他是真正的主人。好，关于这期节目您有自己的观点，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